很多有高血压的人来说，每天除了合理用药以外，还有很多事情要注意，比如晨起要做到2不要。第一，不要起床太猛。很多人有早上睁开眼就起床的习惯，因为早上的血液比较粘稠，如果猛地起身，很容易让大脑充血，导致血压升高，甚至昏厥的情况。第二，不要用力排便。很多人都有早上起床排便的习惯，但是对于排便困难的人来说，不要用力的去排便，因为用力排便也容易导致血压升高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除了早上这2不要，睡前也有1不做。那就是睡前情绪波动大，不要做。不管你是生气还是过于高兴，对血压的影响都是很大的。尤其是晚上睡觉前，如果情绪波动过大，也容易引起血压升高。所以有高血压的人要多注意，调节好自己的情绪很重要哦。希望有高血压的人能够注意到这3点，避免给身体带来伤害。建议大家平时可以用玉米须泡水喝，对稳定血压是有一定帮助的。它通常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，对健康有很大影响，所以一定要多注意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。那想要血压稳定，下面3件事要尽量做好。晨起少吸烟。香烟中含有大量的尼古丁，能够刺激中枢神经和交感神经。如果早起抽烟，不仅会损伤肺部，也容易导致血压升高。所以早上最好不要吸烟。晨起少用力排便。很多中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，时常会出现便秘的情况，这样早起排便时就容易太过的用力，这样很容易造成大脑充血，使血压升高。对有高血压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好的。睡前多抬脚。血压高的人可以睡前先泡泡脚，然后躺在床上，双手放在肚脐上，抬起双腿，大腿和小腿垂直，这样坚持5到10分钟。这样抬腿可以促进全身血液循环，放松身心，不仅可以宁心降压，对改善睡眠质量也有帮助。那建议大家还可以常喝冬瓜荷叶茶，对稳定血压也有帮助哦。生活中很多人受高血压的困扰，如果血压升高，很多事情都要注意。那除了用药物控制血压外，还可以多做下面这个小动作。首先伸开手掌，找到手掌处的劳宫穴，将手握成拳，中指指尖所指的位置就是了。找到之后，先用右手拇指按压左手掌心的劳宫穴，然后从劳宫穴开始向拇指、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拇指指尖推，各推36下，再换另一只手，力度适中，推的速度要缓慢。这样推掌心对降低血压有一定的帮助，大家可以试试看哦。那身体健康是要长期养护的，血压高的人平时要多注意，保持心情平和，不要情绪波动大，还要多进行运动。建议大家还可以常喝点玉米须茶。玉米须味甘性平，具有利尿消肿、平肝利胆的作用，对降血压也有一定的辅助。血压高的问题是生活中经常会出现的，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合理的控制血压。除了用药外，大家可以在饭后做一个动作，对稳定血压也有帮助。这个动作就是梳头，因为我们的头上有很多的经络和穴位，经常梳头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刺激这些经络穴位，对稳定血压有一定的帮助。大家梳头的时候可以用木质的梳子梳，也可以用我们的10个手指梳头，每次梳3到5分钟，力度适中，感觉头皮微微发热即可。可以每天早中晚饭后梳头。除此之外也可以在午饭后静卧30分钟，这样对降血压也有一定的帮助。对于血压高的朋友来说，平时用冬瓜荷叶茶或者山楂泡水喝，也能够起到降血压。血压高是生活中常见的问题，如果不注意调理，很容易导致血管硬化、堵塞，严重的还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，所以降血压很重要。大家可以试试用一种树叶煮水喝。这种树叶就是桑树的叶子。桑树在农村很常见，很多人会用桑树的叶子养蚕用。那桑叶的作用不止如此，桑叶本身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。桑叶含有丰富的氨基酸、维生素以及黄酮类物质，具有疏散风热、清肝明目、软化血管的作用。血压高的人可以将桑叶洗干净，然后放到沸水中煮，等到有清香的味道，将火关掉，放凉之后就可以喝了。经常喝桑叶水可以帮助降低血液粘稠度，控制血压，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的益处。
想要控制好血压，平时还要养成良好的作息和生活习惯，勤加锻炼，这样身体也会越来越好。血管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老化变硬。除此之外呢，不好的生活习惯，比如运动少、喜欢抽烟喝酒、经常熬夜等，也会让血液变得粘稠，引起血栓。如果不想血液变粘稠，3种食物要尽量少吃。第一种，高胆固醇食物。我们平时吃的动物内脏、肥肉等都属于高胆固醇食物，如果吃的太多，容易使血清中胆固醇水平升高，导致血液粘稠，加速血管老化。第二种，动物油脂。我们经常会用动物油脂来炒菜吃，虽然好吃，但是动物油脂含有较高的胆固醇和脂肪，如果摄入过多，很容易增加血液粘稠度，影响血管健康。第三种，辛辣的食物。很多人喜欢吃辛辣食物，虽然可以开胃，但是辛辣食物不仅对肠胃健康不利，还会刺激血管，导致血液变粘稠，血管堵塞，诱发血栓形成，所以也不要吃。那吃什么对血管好呢？建议大家可以常吃山楂、洋葱、茄子等食物，有助疏通血管养。现在不止老年人，很多年纪轻的人也会出现脑供血不足的情况，若不抓紧调理，很容易导致脑梗。那下面呢，教大家一个动作，对改善脑供血不足有帮助。首先，自然站立，全身放松，将两脚分开，和肩膀同宽，手臂呢自然的在身体两侧下垂，然后双腿微微的弯曲，全身上下呀有规律的进行颤抖。先颤抖1分钟，然后呢放松一下，再接着做这个动作，每次做5到10分钟。这样颤抖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为大脑提供充足的血液，还能够改善血液粘稠，预防血管堵塞。每天坚持做一做，能很好的改善和预防脑供血不足哦。这个动作很简单，随时随地呢都能做。那如果想要预防脑供血不足，除了做这个动作外，还是呢要合理饮食，保持乐观的心态，还有充足的睡眠也很重要。最后推荐大家常喝点山楂水，有助疏通血管，对预防脑供血不足也有帮助。人到中年，血液呢很容易粘稠，这样就会影响血液流动速度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建议大家可以常用一种叶子泡水喝，可以帮助通血管、防血栓。这种叶子就是桑叶。说到桑叶，大家呢认为是养蚕用到的，其实桑叶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。桑叶中含有丰富的黄酮多糖和生物碱，能够清理血液中的垃圾，还能够降低血脂。用桑叶泡水喝，有很好的增加血管弹性、保护血管、预防血栓的作用。其实桑叶呢还可以和苦荞一起泡水喝。苦荞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，苦荞含有的营养也很丰富，其中含有生物类黄酮，主要成分是芦丁。这种物质有软化血管、维持血管弹性的作用，所以将桑叶和苦荞搭配一起泡水喝，能有效的预防心血管疾病，对身体健康大有益处。人到中年要好好的养护血管，除了食疗的方法，平时还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，注意多进行运动锻炼，这样血管也会。而是我们人体的通道，输送营养，排出废物。如果血液粘稠度过高，那么血管可能堵塞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那血液粘稠有哪些表现呢？表现1：晨起头晕头痛。如果你休息得好，那么早上起来呢，应该是精力充沛的。但如果你感觉到头晕眼花、大脑不清醒，就可能是血液粘稠了。表现2：晨起身体疲惫。正常情况下，早上不会出现浑身乏力的情况。但如果你血液过于粘稠，那么血液输送氧气的能力变慢，这样身体就容易疲惫。表现3：晨起视力模糊。如果血液粘稠，那么血液流动的速度会变慢，这时视觉神经就可能会受到影响，导致视网膜短暂缺氧，这样呢就会出现视力模糊不清的情况。上面这些表现，如果你都没有的话，说明血管还算健康。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喝点通血管的茶，比如苦荞茶、玉米须茶等。这些能够帮助预防血管堵塞哦。现在不止老年人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都存在血液粘稠的情况。那我们该怎么判断呢？若出现3种现象，就可能是血液粘稠了。早起哈欠连连，
如果早上起床后还是感觉昏昏沉沉，浑身没有力气，总是哈欠连连的，这可能是血液粘稠了，血液循环变慢，才使人出现困倦的感觉。视力突然模糊，很多人血液粘稠，血液流通不畅，会导致营养物质和氧气不能够及时供应给视神经，那么就可能会出现视力突然模糊，甚至看不清东西的情况，这时要多注意。早起胸闷胸痛，如果血管堵塞发生在心脏和肺部，那么早起就可能会有胸闷胸痛的情况，这时要格外注意。血液粘稠的人要多进行调理，每天坚持运动，比如慢跑、快走、太极拳等，保持好的心情，多吃通血管的食物，比如苦荞、山楂、玉米、海带等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血液粘稠哦。好了，大家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问题，可以给木子留言，拜拜。